说吧，你和死者之间什么关系？可以给我一杯水吗？我不认识他，他绑架了我，想要杀了我。当天晚上发生了什么？那天晚上我吃了晚饭，大概8点半左右，我出门去见一个老朋友。这个老朋友叫什么名字？这可能会涉及到他人的隐私，我不方便透露。好，继续。我走在街上，碰到了一个套娃娃的地摊，我花了10块钱买了3个圈。第3个圈，我幸运地套到了云宝。我女儿从小就喜欢紫月，每天晚上都抱着她睡觉。谢谢了啊！我想把这个云宝带回去给她，她一定会挺开心的。然后我就拐进了一条小巷，小巷四下黑漆漆的。接下来，我的脑后就挨了一闷棍。当我醒过来的时候，应该是第2天的清晨。我就被绑在那里，一点儿也动不了。大洪山，段主任，你是谁？这儿，这还上法庭？我是法官。审判你。要是你有罪，我就把你推下去。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逃不了。没有人知道你失踪。今天早上8点，我本来应该出现在检察院的办公室，但是我没有。今天下午，我本来应该陪女儿到午夜3中去面试，但是我也没有。在这之前，我从来都没有迟到过。这里现在都已经留下我的 DNA 了。你现在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继续你现在的行为，无论你是选择转移，还是一辈子躲在这里，早晚都会被识破。但是你还有另外一个选择，你可以选择停止你的行为，放了我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即便日后有人追究，我会和你一起编一个合情合理的故事。编故事。大家都听见了吧？这个人就是我们五原市检察院第1检察部主任段洪山。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你的。
这个人说，这个贪官就应该杀了他。这个人说，法律只保护有钱人，不保护我们老百姓。你说的不对，法律是保护所有人的。放屁！你放屁！你告诉我你是谁？我儿子琳琳就是28号死的。你既然已经挣脱了绳子，可以逃跑，可为什么要选择杀他？是他要杀了我。好啊！段洪山，他提到自己的儿子被你害死，你就不记得有这起案件了吗？我从检20多年，进我手的案件有4370起。我也像你一样，审讯过上千个嫌疑人，但是每一次，我都问心无愧。你确认你刚才说的每一点都属实吗？句句属实。可是我们从现场勘查的情况来看，你在撒谎。大家都走仔细一点啊，千万不要露下任何的蛛丝马迹。队长，栏杆也铁板上都没有找到任何血液的痕迹，这个现场也没有发现打斗的痕迹。那直播呢？我们已经和网络平台确认过了，28号当天根本就没有你说的这场直播。我清楚地记得5032个人在线观看。你们找到死者的手机了吗？手机里面肯定有当天直播的记录。可死者的手机和你的手机，我们在现场根本就没有找到。手机我们会继续打捞，但是你也很清楚，即便是打捞着了，在水里泡了这么长时间，恐怕也很难恢复。段洪山，你比我们任何人都清楚，继续隐瞒下去的话，你将面临什么样的结果？我是正当防卫。你好，我要提供线索。这个死者我认识他，他叫周德龙。14年前那个死掉的学生周林是他的儿子。目前咱们工作就到这儿了，剩下的就看检察院批不批捕了。哎，我之前从网上看到一句话，是说咱们公检法的，他们说每个案子就像一道菜，咱们公安是做菜的，检察院是送菜的，到了法院那边是尝菜点评的。自己人查自己人，那么多老百姓监督着咱，咱们送上的这道菜，还真是一根烫手的山芋。
小芳，龚姐，怎么样？我想找出线索，是谁举报的段宏山？到现在为止，你看，这2个是有点嫌疑。这个是判刑2年。你看看这个，公安刚刚送来的。死者周德龙胸部刀刺伤，一刀就致命了。而且段宏山开口了，他以前一直不开口，怎么突然开口了？说是律师昨天去见了他一下，今天他就开口了。方副检察长，我们已经进行过指证，确定周德龙曾经在这儿租住过1年。如果还有什么需要，我们会全力配合。谢谢啊。尊重尊重我。弟弟怎么了？说了叫一个一个，你先回家吧，小孩别研究啊。来，书包，我来研究研究。哎，你好，请问一下，这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执行公务，不要围观。方副检察长。对了，妈妈，我跟你说一件事儿，咱家好多警察。啊？怎么了？不是咱家，是隔壁有好多警察，好像出事儿了。但你不用担心啊，弟弟去看过了。周德龙1年前搬到这儿，应该就是为了监视段宏山。啊，我吃了丁一带我吃的炸鸡。好，那再见。喂，龚姐。小芳，怎么样？周德龙应该一直在监视段宏山。周德龙就住在他隔壁，难道他一点没有察觉？你是认为段宏山发现了这件事？我也不确定。我们对比了死者和匿名举报信上的笔迹是一样的，可以确定写这封信的人就是死者周德龙。被举报人杀了举报者，会是巧合吗？方副检察长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来这么多人呀？
你知道检察官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吗？每一起案子，不管经过多少层级、多少环节，都最终落到一名检察官身上，对自己办过的案子终身负责，这样才能做到责任的分明、可追可溯。背得不错，这些都是段鸿山以前主办过的案子的人。段鸿山的案子很复杂。可是段主任不是说他是正当防卫吗？作为一个检察部主任，杀了举报自己的人，要用正当防卫脱罪，在老百姓眼里难度不大。姓名？段鸿山。年龄？45。学历？硕士。职业？浦原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。为什么一开始要保持沉默？每个嫌疑人就好像是一座迷宫，他们开口说的第一句话，就是这座迷宫的入口。之前在我提审的时候，我非常重视犯罪嫌疑人说的第一句话，因为那是最真实，也是最直观的感受。可是现在我坐在这里，我反而不知道第一句话该讲什么。所以，你在精心设计开口的第一句话，包括你的沉默。我既是这个迷宫，又是迷宫的入口。这就好像一个人在和自己下棋，迟迟都不知道该走出哪一步。不知道这么说能不能理解？明白。你为别人打开了迷宫的入口，也为自己找到了出口。正当防卫。以我这么多年的检察经验，我这就是正当防卫。看来，这个案子在你心里已经复盘了很多遍了。如果我是办案检察官，是绝对不会用防卫过当对我起诉的，因为我知道即使这样起诉，也会被判定为正当防卫。那你复盘出来了吗？谁绑架的你？现在还没有想出来。给你个提示：14年前，图书馆628案，你主办。当时有人认为是正当防卫，但你依旧提起了公诉。死者周林，嫌疑人李不凤。但是我并不记得，在那起案件当中，有符合绑架我年龄的人。周玲的父亲周德龙。怪不得呢。
当年我只见过周林的母亲，后来我才知道，他的父母早就离婚了。段洪山，你杀害周德龙，可能是正当防卫，也可能是披着正当防卫的故意杀人。这个，就是你现在的处境。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，是周德龙，他炮制了这场绑架。如果他把我杀了，就是毁掉了我的现在；如果他被我杀了，就是毁掉了我的过去。所以你们要想清楚，14年前的628案是一个支点，周德龙想要利用这个支点，撬动我之前所有已经尘埃落定的案件，来毁掉我的名誉，从而动摇公众对司法的信任。莹莹，小静，我听得到数学题你会吗？啊，我选的。找你半天呢，来不及快过来。干嘛呀？别什么也能吓人，快去上学。爸爸，是你吗？啊！你怎么了？怎么脸色这么白啊？我没事儿，要不要我帮你叫个老师？不用，谢谢。快走！我不知道他是谁啊？他是我班的段莹。哦，他爸爸就是那个，对他爸爸就是那个杀人检察官。哦，那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终于起来了，那上个月出去了。我听说，他有个读大学的闺女在学校被同学欺负，休学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骗你干嘛？我表哥跟他是邻居，今天上午来看我的时候跟我说的。哎，这就是他的命数。没错，还让他是进过这儿的人，对吧？段洪山，到，律师要见你。你的案子没有物证，也没有目击证人，光是你身上的伤痕和勒痕，只能证明你被绑架过，无法证明你当时正处于巨大的生命危险当中。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。现在网络上很多人说你作为检察官犯了案子就应该严惩，万幸，也有很多人认为你就是正当防卫。关键在于检察院决定是否批捕你之前掌握先机。你的案子特殊，身份也特殊，所以检察院可能会进行很深入的调查。根据你的表述，我也认为你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，你只要如实供述就可以了，懂吗？你没明白我的意思。我明白，签了吧。
怎么又多了一份啊？另外一份是你的房产转让权，抚养权转让上的探视时间我改了，1个星期让你见女儿1次。这是为什么呀？我不再像我年轻的时候，做事不留后路。我那套房子又老又破，不值钱。留给莹莹的，我当然全都要。你现在就这么自信，一定能赢吗？你要是没那么大信心，现在换人还来得及。你知道绑架我的是谁吗？我不管他是谁，从你家到案发现场的距离，我就可以断定这不是偶然，是蓄谋已久的绑架。这个人处心积虑绑架你要干什么？他绑你的时候就应该想到，不是你死就是他死。他要干嘛？周德龙，周林的父亲。协议等你出来再签，我就当你答应了。这个案子我不收钱。你方便吗？方便的话，跟你聊两句。好。14年前，我和段洪山一起办了你的案子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有一个问题，一直想问你。可以啊，问吧。你恨过段洪山吗？怎么说呢？如果没有段主任的话，我可能会过得更糟糕吧。这事儿我知道。你出来以后，段洪山总是不遗余力的想帮你。那你觉得周玲的家人恨段洪山吗？这我不太清楚，我的想法也不重要。重要，因为绑架段洪山并且被段洪山反杀的人，就是周玲的父亲，周德龙。可是这很奇怪啊，他父亲应该更恨的是你，为什么要绑架段洪山？现在连命都没有，这逻辑上说不过去啊。他肯定是恨我。我出来以后，他有威胁过我。威胁过你？在哪？什么时候？有没有提到过段洪山？你不用跟我说，
我现在是段鸿山的律师，你可以把你知道的事情告诉侦察机关，也许能帮到段鸿山呢。我打扰你了。你可以再好好想一想。警察同志过来呢，有个事儿，希望大家能配合一下。是这样啊，我们正在东郊渔场的水底下寻找重要的物证，但是我们局里水性好的同事少，水底下情况环境又比较复杂，所以呢，想拜托各位能协助一下我们工作。放心吧，警察同志，这几位都是这儿水性最好的潜水员，肯定没问题的。那个警察同志，这几天的雨就没停过。现在下水的话，会不会有点太危险了？我来吧。第一，要保证自己的安全。天气比较恶劣，一定要收寻仔细。重点注意，有没有手机、钥匙、刀具等等所有这下可疑的工具都要找出来。同志，你这有什么发现没有？吃饭。这是南监103号房，目前关押人数是10人。所有人起立，向左向右转。大家吃的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反映的？报告，没有。那有没有遇到什么不公的待遇啊？报告，没有。坐下吃饭。上午去了趟看守所，碰见老段了。老段，他状况怎么样？就跟那些刚进去的嫌疑人一样。哎，进了那个地方，有谁受得了？可是老段可是从检20年的老人了，而且还是第一检察部主任。你们记不记得，有一年电视台来院里做采访？当时他说，每个检察官无论面对什么情况，
都要冷静、理智、客观，这是最基本的。再看看他现在啊，哎，你说，这段宏山他不会是在演戏吧？啊？这就不好说了。我市检察官段某向公安机关主动投案自首，称自己杀了人。警方迅速行动，对案件展开深入调查。这一事件引发广泛关注。日前，在东郊渔场发现的尸体身份已经证实，系东郊渔场的一名货车司机。据悉，段某于事发当日驾驶东郊渔场的送货卡车前往段科镇派出所，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。目前，该检察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拘留。这就是我们最新鲜的养殖大黄鱼。这个鱼啊，通体发黄，当然就是不能见光，一遇着光线就变成银色，就卖不出好价钱来。所以你们这儿白天是没有人来捕鱼的，是吗？啊，对，哎，不仅是白天，有月亮的晚上也不能捕，只有是没有月亮的晚上，我们才能出工。有月亮也不行啊，对，这鱼不能见光嘛。行，明白了，谢谢啊。啊，那我忙去了。好嘞，您忙。那天晚上是满月，这儿没人，难怪周斗龙敢把段宏山绑来这儿。喂，方副检察长，手机找到了。找到了，2部都找到了吗？只找到1部，根据段宏山的描述，应该是周德龙用来直播的那一部。哦，那数据恢复出来了吗？正在送检，在海水里泡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恢复数据还是有些难度的，技术部门正在努力。哦，好，有消息了告诉我吧，谢谢啊。哎，等等，找到手机的潜水员是谁？我还真没问他叫什么。一个女的，长得挺漂亮的，从海洋馆请回来的。这是第2次下水了，辛苦大家仔细找找。水里的细绳都拽起来看一下，浮筒每一个都拿起来敲一敲。警察领队，我找到了1部手机。太好了，谢谢你了啊，同志，你辛苦了。小王，马上送到政务科，让同志们去检验一下。龚检说过，你这个人细心，我的事交给你，我也放心。听说你找了雷律师当辩护人，还是坚持正当防卫？现在只有我的证词，缺少其他的人证物证，很难取信。等你们恢复完手机，里面一定有当天直播的录像。那手机估计被侵蚀的比较严重，公安机关还需要时间修复，所以再等一等，再等一等，一切就都清楚了。我不着急，我也不着急。从渔场到派出所，一共走了多长时间？我开的是死者的车，大概走了43分钟。这么精准？我上车之后，就打开了音乐播放器，里面放的是《沉默的羔羊》，单曲时长4分52秒，一共放了9遍。我正好开到了派出所。我们去过渔场，
他们说没有听到呼救，他们还说，从渔场到派出所，开车最多30分钟。你之前有去过道克镇吗？你知道道克镇派出所是什么地方？如果不是因为这次绑架，我从来都没去过。那天我刚刚经历了一场殊死的搏斗，我的头上流着血，天上下着雨，四下一片漆黑，我一个人开着车，只不过是多用了10几分钟就到达了最近的派出所。你还要求我准时到达，对我是不是太严苛？你会不会是绕路了呢？你要拖延时间，让重伤者得不到救助。我很清楚正当防卫出发的条件，我不会故意绕路，让自己陷入被动的局面。你真的不认识周德龙？我已经说过了，我可以再说一遍。之前我只见过周林的母亲，我不认识周德龙。但我可以告诉你，周德龙离你很近，1墙之隔。我的意思是，他就住在你隔壁，监听你，偷窥你。会不会是你不想让他跟踪你？你要保护你的女儿。所以，你选择了先下手为强，会吗？在我被他绑架之前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周德龙。怎么证明？怎么证明都不是你带进图书馆的？无法证明，没法证明。我们去了周德龙家，发现了一些照片。这些照片能够证明，你最近跟梅珍频繁接触。看起来这个案子疑点很多，我们需要点时间好好的理清楚。今天就先到这儿吧。如果确认无误，就签字按押吧。今天有20多起案子的当事人家属找回了检察院，他们说你是杀人犯。你的家人现在算是嫌疑人家属，包括你的女儿。我想，她在学校的。
风风哥哥，哎，别人怎么了？我没事。能带我去个地方吗？去哪？去我爸爸身边。爸爸已经在这里了吗？法院判决之前，应该都会在这里。刑事诉讼法规定，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7日内，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。你怎么会背这个？我在网上查过了。爸爸真的杀人了不？我相信段主任只是为了保护自己，他是误杀。那他们都说，爸爸杀了人，是坏人，是真的了。杀了人也不一定会被定罪，定了罪也不一定是坏人。你是好人还是坏人？为什么不问我？我之前觉得好人和坏人挺好分的。你现在应该很喜欢自己的工作吧？到了水下就只能听到我自己的声音，没有人会打扰。江婷可能因为杀人要被判刑。我知道了当年周德龙对你的骚扰，现在呢，他也被段宏山给杀了。谁会打扰你？还有5分钟就要下班了，下次如果想看表演的话，得早点过来。梅章，这是我在周德龙家找到的，解释一下可以吗？你别告诉我是给游客指路啊！方副检察长，这里不是检察院啊，该回答的14年前我都回答过了。可这照片不是14年前拍的呀。在五岩这种地方，如果你不想见到某个人，那他一辈子都不会找到你。只要你想，1天之内你就可以见到所有你想见的人。一张照片而已，能证明什么呢？挺有道理的。一次相遇可能是巧合哈，2次呢？3次呢？4次？5次？或者还有没拍到的很多次呢？梅章，还不走啊？啊，来了。不好意思。
不好意思啊，今天不营业。啊。我的嫌疑应该是解除了吧？啊，对。我来也不是调查的，主要是想找你。有什么事吗？鱼缸呢？上次那个，我想把上次那鱼缸买了。应该是出掉了，就只有一件。啊，行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这是你做的？嗯。你手也太巧了。这是海草吧？嗯。这个是。怎么了？有一颗气泡。你师傅气性够大的呀，怎么了？你也看见了，有气泡啊。有气泡就要摔了？算是我们的工作习惯了。精益求精。那个，我吧。也不会兜圈子，所以我就有话直说了。上次我那样习惯性的怀疑你，我想跟你道个歉。哦，其实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了，但我没想到，就是我还以为你永远不会道歉。谁说的？我们也是人，是人就会犯错。犯错了就应该道歉，所以对不起啊。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忙吧。还没走啊？累了吧？还行，总监。证据都全了？部分缺失。啊。哎呀，你怎么想？我觉得，如果他是正当防卫，就应该无罪释放；但如果是谋杀，我会起诉他。现在检察院里都在议论，说段洪山在看守所崩溃了。我认为段洪山在我眼里是一个冷静、客观、理智、优秀的检察官。我认为他能扛过去。我呢，也不做推测。现在给他定性啊，你要顾虑的事情太多了。我认为我只需要顾虑一件事儿：真相。真相，可真相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。可我觉得，真相比一切都重要。只要查清了真相，法律会给出答案的。
现在距离是否要批捕他还有几天时间，等到5月8号，我会召开一场听证会。我认为这是最公平的方式。曾经啊，他和你一样。谁呀？14年前的段宏山。我的荣幸。还有15分钟，都抓点紧。你是好人还是坏人？他曾经威胁过我。在哪？有没有提到过段宏山？你可以把你知道的事情告诉侦察机关，也许能帮到段宏山的。方副营团长，下班了。哎，等我啊。啊。我也不知道该去公安局还是检察院，所以就想着先来找你。吃过饭了吗？吃过了。什么事儿？我想证明段主任是正当防卫。丁一，做好记录。好的。红茶喝得惯吗？谢谢。等了多久了？不久，没事。那我们开始。好。你怎么能够证明段宏山是正当防卫？如果可以证明周德龙是蓄意伤人的话，是不是就可以，就是间接的证明段主任是正当防卫？但是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个是周德龙以前发给你的吗？其实我出来以后，他就找过我，说这辈子也不会放过我。我当时挺害怕的，怕他有什么过激的行为。我换了地址，也换了手机号，但是半年之前，他还是来到我们店里找到我。段宏山，还有梅正，你们疯，杀了你们！说要杀了我，要杀了段主任和梅正，还说我们都是他的仇人，说一定不会放过我们。但幸亏当时是附近的邻居赶过来，他就跑了。他经常去骚扰你吗？倒也没有，只有那一次。再后来就是这个短信了。那你怎么能够那么确定，他也这么恨段宏山呢？
我觉得通过他的话还有语气，他对4年的判罚，觉得还是太轻了。尤其是段主任后来又因为这个案子获得了表彰，我觉得他心里多少有点不平衡吧，才会说出要杀了段主任这样的话。这是他的原话还是你的猜想？原话。原话。对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段主任不反击的话，有可能死的就是他。喝点热的，暖和暖和。龚姐，请进。怎么了，小丁？按照规定，段主任的案子我不能再参与了。这是我的回避申请。省院领导考虑到这个案子的特殊性，党组研究了，不用回避。小丁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协助冯副检察长，别让人家觉得咱们市院无人可用啊！是。去吧。段主任，我跟上级汇报过了，不用回避。最近有很多人来申诉了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你呢？在里面还适应吗？段主任，您在看守所内有没有受到不公正的待遇？开始吧。有人来替你作证，说你是正当防卫。有目击证人？没有。你对我的态度没有改变，说明你也不相信他说的话。这是你之前的笔录，你供述说，周德龙拼了命的追打我，还说刺中的是胸口，这些你都是确认签过字的。这些都是事实情况。周德龙的尸检报告，死者周德龙是胸部刀刺伤，失血性休克死亡。当时情况很紧急，我下意识的反击，根本意识不到刀刺向哪里。你意识不到，但却能一刀毙命，会不会太凑巧？或者，有没有可能你是故意的？换作是你，会为了一封举报信，搭上自己的前程杀人吗？继儿，给他倒杯水吧。好。那我们聊聊现场吧。据你供述，周德龙拿刀刺你，你拼命的反抗，但是你的身上、脸上全是擦伤，一个刀伤都没有，可能吗？我有另一个假设。
惜呀，一场大雨冲刷掉了你所有的精心设计。当然了，这也只是我的假设。你的假设很大胆，但也合理。如果换作是我也许会这么想，而且我会穷尽所有的可能。那眼下存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呢？从我开始接手江婷的案子，到我被匿名举报，再到我被绑架，背后这一切，好像是被人串起来一样。有杀意的人，就好像是危险的化学试剂，他们只要碰到一起，会发生强烈的化学反应。所以平时应该把这些危险的试剂分开存放，避免它们聚集在一起，遇到彼此。除非是有人故意把它们放在一起。只要找到这个人，就能还原一切的真相。那你觉得这个人是谁？这个人一定和14年前的628案有关。他精通法律，擅长谋略，尤其了解正当防卫这一法条，所以才能设计出一盘看似无意实则有意的棋局。分析的很有道理，但是我怎么觉得你说的这个人很像你呀？我本来现在就是嫌疑人，被关在这里。我是那个危险的化学试剂，但是我不是把化学试剂放到一起的那个人。我也很想知道这个人是谁，我也迫切的想要找到他，来为自己洗脱罪名。但是我现在出不去，所以我只能把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讲给我的主办检察官。警官，警官，警官，警官！别喊了，怎么了？谁现在负责我的案子？段文山真的不管我了吗？这得去问检察院。换了谁？方凌渊。方凌渊。一定是方凌渊，一定是方凌渊，他是故意的，要害我呢，他故意不想让我回去，江婷，他是想害我呢，为什么要这样？江，你俩过来。看着他，是，我现在去找人，送他去现场。看好他。我要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！